我叫 Alex，我来自德国。我觉得我和我女朋友的关系很好，但是她给我说过，她觉得我不关心她，我不给她一个安全感。但是怎么可以给她一个安全感？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我们从来都没有问题，所以她想跟我分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 Alex，23岁，来自德国，贸易经理；女嘉宾小柯，25岁，来自四川，产品经理。有请。你好，主持人好。姑娘压力很大呀，现在女生见着一帅哥，两眼都发着绿的嗷。帅吗？哎呦，看你们那样子哟！这个帅哥你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俩是在地铁相识的。当时我是拖着大包小包，然后叼着我的行李箱在挤地铁。当时人很多嘛，然后我的行李箱就滑落了2、3次。这时候他就看见了，然后他就过来帮我提起来。然后最后2个人就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攀谈，因为我会说英语，然后他也会说英语。然后下车以后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最后就慢慢的联络。谁主动的呀？肯定他主动了。啊，这女生很吸引你。对呀，她很好啊。你刚才上场的时候，场里很多女生都惊叹，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没有，我只有一个，我只喜欢她，没有其他的。那追你的女生多吗？不多，都是朋友们，但是这是我女朋友。哦，你看，人家这个分得很清楚嘛，不是挺好的吗？一小伙子，怎么了？我们俩看起来表面上平静，但其实矛盾真的太多了。比如说像金钱这方面，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了，我觉得是不是该给父母回报一下，然后时不时就给我父母买点小礼物啊，给他们点零用钱。这点就让他看不下去了，就觉得哎，你怎么可以把你的钱拿给你父母用？哦，这个我真的不同意啊，因为我觉得父母应该照顾他们的孩子，还有我将来照顾我的孩子，所以我可以现在存一些钱，然后将来照顾我的孩子。但是在德国，我们都不能够花父母的钱，我们都很独立，但是我们也没有汇给他们这个钱，所以我真的不同意这个办法。在我们中国就有句俗语叫百顺孝为先呐，父母把我养这么大，我为什么就能给他们一点那个钱呢？但是我觉得你父母可以自己赚钱，对不对？为什么你给他们钱？他们是可以赚钱的，但是作为一个子女，我就不能尽一点孝道吗？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请你吃饭，对不对？你可以用给你父母的钱请我吃饭。对，说到吃饭这个问题，我们2个真的是，当时他对于我父母的态度真的是让我失望至极。是这样的，因为我们2个在一起也那么久了，然后我就说那走吧，到我们家去吃个饭，拜见一下我父母。那他当时就说：“哎呀，有什么的嘛？那个2个人谈恋爱关父母什么事儿啊？”当时我就特生气，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把他说动了，说走吧走吧。然后当时我就提前1天回去了，陪着父母嘛，然后一起准备一些东西。结果当天的话，他就迟到了1个小时，因为大家起早贪黑就开始忙碌1天，然后等他来。他迟到不说，他当时穿的可糟蹋了，头发也没梳，脸也没洗，穿的运动裤就来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为什么我迟到了，就是我10点到了火车站，想买一个火车票，但是火车票买不了，因为人们太多，在德国没有这么多人，所以我想买一个11点的火车票，但是没有。最早的火车票是12点，我买了一个12点的火车票，所以我迟到了。还有我穿那个运动裤，因为坐在火车比较舒服，穿那个运动裤，我觉得没问题的。他就根本就没有在乎，根本就没有在意，这是一个很礼节性的问题，他就很糟蹋就来了。然后我就跟我父母说，爸妈，这是我男朋友 Alex， 然后我就跟他介绍 Alex， 这是我爸妈。然后当时他连招呼都没有打，也就是说什么阿姨啊、叔叔好之类，根本没有。他直接上去就拍着我爸的肩膀，然后摸着他肚皮说：“哎，兄弟，你都这么胖，是不是该减肥了？”当时真的我们全家人都很尴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该怎么接他的话。在德国，我们当那个父母是朋友们，对不对？是他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所以我过来都是朋友们，我可以跟他们聊聊天。不是你在你们家管你爸叫兄弟吗？可以，没关系的。我爸也是我朋友，我可以都可以给他们说。朋友你可以叫名字啊，我还第一次听说管长辈叫兄弟的。因为我中文不太好，所以不知道。少来，你中文挺好的你。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发生了就是更不可理喻的事儿啊，就开始吃饭。吃完以后，我爸妈就问他，哎，这饭菜怎么样啊？然后他来个不好吃，你知道吗？我爸我妈起早贪黑，可早了，5、6点钟就跑到菜市场去买新鲜菜，然后想，哎，他德国的嘛，是不是该做个特色菜，德国的菜？结果他就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在饭桌上直接说，哎，好难吃的。你就说你不能私下跟我说吗？非要当着我父母的面儿。啊，第一，你知道我是素食，但是你父母做的很多那个肉。第二，我不喜欢德国菜，我喜欢中国菜，但是你父母都做的那个德国菜，所以我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不喜欢。那为什么我爸当时邀请你喝德国啤酒，你也来个哎我不想喝？啊，第一，我中午我不喝酒；第二，你爸爸已经这么胖，所以我不想跟他喝酒，他应该健康。主持人，你听听，大家听听，他这是什么态度啊？我爸当时就特尴尬。这个确实，后来呢？吃完饭了以后，我爸就单独把他叫到一边了，啊，就问他，哎，小伙子，那你们俩今后有什么打算什么的吧？然后他说，哎，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挺好的，那个未来什么不重要啊。就是在我们德国，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在一起，现在谈恋爱是最重要，但是将来现在不知道，到时候再说。知道吗？见父母在我们中国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吗？父母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个很好的归宿的？你直接来个我们没有未来，我没考虑那么长远。你爸当时晕了吧？对，又摸他肚皮，又请他喝酒，他也不喝，然后又说这样的话，真的很伤人。我想的，那你既然跟我父母搞不好关系，那我是不是该跟你父母搞好关系啊？去年快过圣诞节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咱们能不能看有时间订个机票飞回德国去拜访一下你的父母和你家人？他直接说，哎，没这个必要啊，这个机票什么的也挺贵，大老远的，回去有时差什么的。然后我说，那不行的话，那咱们能不能视频聊个天啊？因为圣诞节毕竟是西方重要节日嘛。他也来一句，没这个必要。然后还有时差，什么语言沟通障碍，我当时很生气，我说，那我不是可以说英语吗？你在我旁边给我当一下翻译不行吗？但是我父母不会说英语，所以还有我觉得就是比较麻烦，买一个机票什么的都那个回德国太麻烦了。还有我觉得爱情是我们俩的问题，不是我父母，不是他的父母的问题。所以如果我父母他们非常相信我，所以如果我找一个女朋友，他们当然喜欢你，所以没关系的。之后最生气的是，过了以后，他妈妈的生日快到了，我当时就搜集了一堆就是比较好吃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特色旗袍，我说到时候给他妈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哎，你能给我跟你家庭地址什么的吗？我可以寄给你妈妈。他又说个没必要，我妈肯定不喜欢。你想我那些东西呢？他后来就根本没有经过我同意，直接分给他同事朋友这些了。对，他们喜欢吃，我妈妈真的不喜欢。我妈妈不喜欢那个吃中国的特色，她只喜欢那个德国菜。所以，但是我朋友们和同事他们都喜欢吃中国的特色，冲的那个。但是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把我给你妈妈准备的礼物就送给别人呢？就算我说送的礼物不够贵重，心情意重嘛。谁让你送的？我觉得我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们已经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关系了。你谈到后来，我发现就变成了说。娶我吧，娶我吧！你们家人赶紧认可我吧！你这姑娘太轻贱自己了。你知道跟他在一起这1年多，我觉得，毕竟2个人是异国人嘛，走在一起很不容易。我什么都去不停的在包容他啊，他真的是让我伤心透了啊！怎么了？他这个人还特别懒，你知道吗？啊，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吗？有一次我跑他家里去，推开门我一看。我天哪，这是人可以待的地方吗？真的是跟狗窝一样。我从来没见过，就说谁的家可以乱成那样，桌子上、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脏的衣服啊，什么碗筷啊，就往那儿随地一丢。我实在都看不下去了，我说那我帮你打扫打扫吧。等等，我问问他，我觉得德国人都这样吗？不是，你们那人都这样吗？但是我23岁，我觉得这个是很干净，是我的家啊，所以我觉得很干净。就是德国23、24岁的男生的家都是这样的，是吧？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你说的啊，好啊，真的觉得不可理喻。然后之后我说我看不下去，帮你打扫打扫吧。他说行，那你就打扫吧。他自己就拿个手机跑了一边，像个大爷一样翘个2郎腿那玩手机去了。他就看着我给他打扫完。然后他最后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打扫的时候他最漂亮，所以我喜欢他打扫。哎呀，你真会说话！
打但是我觉得，扫的时候最漂亮。我觉得哎呀男士他洗碗的时候、打扫卫生的时候更性感呢。啊，但是我不喜欢打扫啊。所以说，我是你请的保姆还是你的女朋友？你是我女朋友，我觉得不，哎，姑娘，他会照顾你吗？没有。之前我有2次生病了，第一次是在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肚子疼不舒服，然后他当时就说啊你哪儿不舒服，要不要我过来赶紧陪你？当时我们家住在东边，他住在西边，然后这时候他还打车过来，他说那我照顾你吧。但是到后来，他就真的对我的感觉，我可以感觉到慢慢在变淡。哦，每一次就是我给他打电话什么的，他不接。然后后来第2次我生病的时候是半夜，然后给他打电话，他第1次他没有接，第2次还是没有接，到第3次、第4次的时候他就直接关机了。我当时真的心里很寒，你知道吗？女生在生病的时候是最需要男生照顾的，而且自己有男朋友。为什么他连电话都不接，而且还关机？等第2天我问他，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他说你生病你不是该找医生吗？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是医生啊。我真的不是一个医生，所以我怎么可以帮他？就是我不可以看他的病，就是他去一个医院看医生是最方便的，对不对？啊，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明白了，全球有一类男人，那表现都是一样的，追的时候如影随形，到手之后就不珍惜嘛。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啊，姑娘？我现在我就觉得我们2个已经到了尽头了，你已经没有今天来干走下去的嘛呀？可能。你今天来干嘛呀？我想跟他分手。我不想跟他分手，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么大啊，我还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对但是如果他不开心的话，你没看得出来你开心，他一直很不开心吗？你喜欢的女生在那儿哭，你在这儿笑得特别开心，你不应该去哄哄她，给她擦擦眼泪吗？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她在那儿哭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在乎我。你再怎么幽默，问题是她在哭啊，跟你的幽默有什么关系呢？她是不是你喜欢的女人呢？她是我喜欢的女人。那她在哭，她悲伤，你却这么快乐，你觉得这合乎道理吗？我现在想去他那个抱她，但是我站在这，他站在这，我可以去吗？你当然可以去啊！有谁能阻止你吗？哎，刚说受不了，怎么手就上去了？你看，这么一抱，你就看抱出了骨气来了。你看有没有骨气？一看就看出来了。你看，哎，你们家那胖子兄弟肚子现在还大吗？我爸已经可以自己开始锻炼了。你爸已经开始锻炼了？因为说他这句话也刺激挺大的，然后别人也说，你肚子也挺大，你是该锻炼锻炼了。哎，这是怎么了？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孩，我想问你，你的中国话真的说得很好。那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入乡随俗。听到了。什么是入乡随俗？就是我住在这，所以我应该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女生。对不对？那你知道中国文化当中如何去见父母吗？见父母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跟他的父母见面聊聊天儿。那至少我想要告诉给你，你不尊重这个女孩带你去见父母这件事情。这句话其实我同样说给女孩听的。如果她是一个真不懂，她说不好意思，我不懂入乡随俗这个词，那好，我们可以慢慢去教她。但是她既然说我懂，但是她不去做，说明至少在心里边，她并没有真正尊重你所带她去见你父母这个含义。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你谈过恋爱，你也应该懂男女之间应该体贴和包容。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各国的男人，只要喜欢一个女人，都会为她去做她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啊，姑娘，我也没有看到她在为讨你欢心而做的让你愉快的事情。家里边没有收拾干净不让你开心，去你父母家，然后对你父母的一举一动也不让你开心，包括你没有说的这里边说的，他的一些暧昧的举动也没有让你开心。所以他心里边到底有你还是没你，我相信你能够感受到。
他刚才抱你那一下，你整个人就软了，哎，马上贴到他那个地方去，觉得哦，真的，他好像很爱我。但是拥抱并不能代表他是爱你的。我更多的时候希望的是，你能够去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相处的一点一滴的举动。你生病的时候，这个人是关心你的，是能够陪伴你的吗？他不能陪伴你。包括他刚才说的话说生病了应该看医生，难道你爸你妈生病了，你妈跟你爸说你去看医生吧，我不会管你？我相信你。那你们家庭的文化是那样，但是对于他的家庭文化不是那样的。他的家庭文化是家里边有人生病，就是一定家人要陪伴，而且孩子长大过后就是给父母买礼物，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所以如果你真的懂入乡随俗，你就一定要遵从中国的习惯。他给父母买礼物，不仅他要给父母买，你要去你也要买。所以女孩子25岁怎么了？还大把的青春好年龄啊，找一个懂得疼你的、关心你、爱你的，不要因为那一个拥抱而就毁了自己的一生幸福。兄弟，我不跟你讲中国的习俗，我跟你探讨一下德国的习惯。在我们认为，德国人非常严谨，极重礼仪。你刚才说了一句肯定是谎话，说我们德国人现在23岁的都这样，在家里很乱，绝不是，你是个例，所以千万不要以你来代表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做不到没关系，可能是你的个性，但是有一点，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重视自己的爱人，并且尊重他爱的人，这是所有国家的情侣之间应该做到的，你没有。而且以自我为中心，始终保持着你那招牌式的微笑，甚至于在自己的爱人泪流满面的时候，你还在笑，你的笑很伤人，最伤的是他的心。在他生病的时候得不到自己爱人的照顾，并且仅仅是说你干嘛找我呀，你生病的时候你去看医生啊，你是爱这个人吗？我当然爱他。你当然爱他，是啊，他去给你收拾房间，那是他最美的时候嘛，是你说的对不对？是的。仅仅是如此吗？她在世界上是最美丽的女生。对，她的美丽来源于哪儿？除了外表，还有就是照顾你，对你没有原则的妥协，你做什么都 OK 啊。我生病的时候，不好意思，你去找医生吗？为你父母准备的礼物被你怎么样送给了朋友，你尊重他吗？你爱他吗？我真的觉得我跟他一起我很开心，但是那是你开心。但是我想问你，对你们的爱情是什么？我很年轻，我觉得爱情是跟一个人在一起很开心。所以如果我跟他很开心，我觉得我爱他。如果他跟我一起不开心，他不爱我，所以这是意思我们在这儿。是的啊，爱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我当然同意你跟他在一起，你很开心呐，因为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他对你无条件的付出，你当然开心了。但是恰恰相反，爱一定要两个人同样开心才能在一起。但他不开心了，他以为自己开心呢，以为你获得这个男人帅帅的一个拥抱你就开心了吗？仅仅是暂时的抚平了你那会儿的那种小伤痛，一旦分开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你开心吗？不开心。是啊，那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找一个能让自己开心，能够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在自己身边陪伴的那个人，尊重你尊重的人，爱你所爱的人，这样的人才真正是可以在一起过日子的人，好吗？爱情难道仅止于就是开心吗？在我看来，爱情除了开心之外，还有焦虑，有担心，有惆怅，有心痛，有种种的情感。如果爱情只有开心，那么谈恋爱的这个人应该是个自私的人。爱情当中一定有酸甜苦辣，有高兴有不高兴，有嫉妒有豁达。所以说，我想问你，你怎么了？还有现在有些女生怎么了？平等两个字在你们之间荡然无存，你图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有很多情况下是突出在一个虚荣之心。拿得出手吗？多帅！再帅再拿得出手，对你不好那是别人的老公，跟你没关系。你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对你这样也就罢了，你还头急着带回家，让他去不尊重自己的父母。我在想那样的一个场景，这父母等着女婿上门是多么热切和兴高采烈的一种状态，就想看看自己的女儿所爱的这个人，唯恐做的不周到，怠慢了客人。可结果呢？你这种女儿当的，前半场哭得稀里哗啦，一个拥抱马上就贴上去了，你的骨气在哪里啊？我这点不针对于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我觉得一个女人谈恋爱谈到这样的悲哀，把自己当成了老妈子，自己在那哭得稀里哗啦，别人无动于衷，还要我这样一个外人来提醒，哎，你的女朋友在哭哎。你觉得你在她面前是一个爱人？你觉得你在她面前是正儿八经堂堂正正的谈恋爱吗？你是在跪着要恋爱。所以我有的时候是真的不明白，尤其是男生一出场，在下的那些女生的花痴般的那个样子，一点矜持都没有了，哈喇子都要流到这儿来了。帅没有问题，男人喜欢美女，美女也喜欢帅哥，但美真的能当饭吃啊？再帅不懂得尊重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爱情，那种帅太肤浅。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是招牌式的微笑，灿烂的微笑。我觉得真正的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疼爱，那才叫微笑。你能不能抬起腰来？今天绝对不要出来。世界各地文化不同，但是有一个应该是全人类的认知，比如说尊重，对吧？对，你如果真的爱他，请你记住要尊重他。你如果真的爱他，请你考虑他的感受。你如果真的爱他，就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开心，而应该是你们两个人开心。我想这个全世界的男女谈恋爱都是这样的吧？不是，但是23岁的男人都是这样的，不是都是，但是很多是这样的啊，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不是，就是我们先不能想我们将来怎么样。没有啊，我可没说让你想将来怎么样啊，我只是说，如果你真的爱他，请你考虑他的感受。我考虑他的感受啊，以后吧。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主随客便，所以在这儿我们就不说你了，因为你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只能说说自己家的孩子。其实，在这一段爱情当中，不管对象是谁，如果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在跪着谈恋爱，人都站不直的话，那这就不是一段爱情，谈不上跨越。因为人家说真的爱情就是可以跨越民族、国界、种族，真的爱情是可以跨越一切的。这是不是真的爱情，你自己掂量。哎呀，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们刚刚说了，爱情是两个人的一个事情。我跟你说过，我跟你一起，我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不开心的话，我了解为什么你想跟我分手，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真的爱你。你爱我吗？我觉得你做了这么多一切，都伤透了我的心。我觉得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我需要的是尊重，不是说你开心，大家开心而已。我需要是在我生病，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我最爱的人能够陪着我，而不是逃避我。请亮灯。请回吧，两位。请关门。咱们是在跨年嘛，说过了嘛，跨越嘛。看看这姑娘今天做出一种怎样的跨越。请开门。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